3万多就能买到的哈雷。今天本赛乐就带机车圈股东们了解一下 X350的使用和基本调节。首先呢，车主会拿到这样一把钥匙啊，可以按这里的圆钮弹出，按下收回。那这个钥匙呢，可以打开位置。点火开关、油箱锁，还有这边的一个座椅锁。我们现在从前到后看一下，点火开关可以插进去 ，OK， 打开，等个几秒，关闭车辆，然后把龙头转到最左边。转到最左边这个锁的位置就可以锁紧龙头，然后呢，油箱锁这边啊插进去，顺时针旋转打开。那么这辆车官方说明书建议是加92的油就好了。后座锁呢在这块橙色板，然后我们顺时针打开，开启后坐垫。里面呢能看到这辆车的一个蓄电池，那么电瓶亏电了就这样子打开来对电瓶进行充电或者更换电瓶，然后把它卡进去盖上。现在打开仪表看一下，我们现在最直观能看的就是这个速度，还有一个复显屏，然后下面这一摞的指示灯。那么如果你在骑行过程中呢发现黄灯或者红灯亮了，就需要停下来进行检查。中间这块复显屏呢，按下面这个黑色小圆钮可以切换显示，现在是总里程、小里程 A、小里程 B、时间以及转速。然后反光镜呢，可以这么用手微调，调到自己合适的角度。下面这个左右手把按键，左边手把呢前面是超车灯、远近光切换、双闪、转向灯、喇叭按键；右手把是发动机熄火开关、灯光开关，还有启动按键。然后这边前刹扭角调节呢，可以往前一推，然后转动圆盘就可以调这个扭角的开度。那一些车友比较关注车架号，在这个车头管右侧这里可以找到。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辆车子可以调节的地方，因为每个人的一个身材还有驾驶习惯不一样，所以可以根据我以下的这个方法去调到适合自己的一些状态。首先前面这个大灯的照射高低是可以调的，往下这边是有2个螺丝，它这个固定这个大灯的，把它松开，然后这样子转就可以转动调节大灯的照射高低。接下来的话，这边离合它是该有自由行程的，你在使用过程中呢，感觉这个自由行程过大或者过小，把这个黑色胶套松开，里面有锁紧螺母和调节螺母，松开这个锁紧螺母，然后旋转这个调节螺母呢，就可以去调节这个自由行程。那么调节好了之后呢，再锁紧螺母，盖上黑色胶套。右边这个油门握把的自由行程也是可以调的，建议是10到15度之间是比较合适的。那怎么调节呢？松开黑色胶套，通过锁紧螺母和调节螺母调节这个油门的自由行程开度。前面这2个扭角它是有角度调节的，就是这2块螺丝，反光镜下面的。现在的话，对我来说，这个右边的前刹扭角的角度是比较合适的。那离合扭角稍微有点偏上了，所以这块就可以通过这个进行调整。两边的话尽量调整到一致的。如果向上翻，有些人这样子骑车那就不太合适，或者太这样子肯定是不舒服的。接下来的话，像这个换挡杆这里，对于我来说，这辆车好像有点往上勾，比较极端的情况，比如说你的换挡杆都这样了，或者这样了，那肯定不行啊，那怎么调节呢？在这里啊，这根银色的两边呢是有一个锁紧螺母的，然后松开之后转动这个挡杆调节，就可以调节这个换挡杆的角度了。这辆车 X350的减震都是前减呢是有一个回弹可调，在右前叉最上面，顺时针是增加回弹阻尼，逆时针是减少回弹阻尼。那后减震的话是支持预载回弹可调。再来这个链条松紧的调节需要用起车架撑平车子，然后松开后轮的轴螺母，再松开调节器两边的锁紧螺母。转动里面的调节螺母用来调节松紧，那官方建议这个链条松紧呢在上下在28到35毫米之间，左右肯定需要调到一样的刻度标记位置，然后再固定好锁紧螺母和后轮轴螺母。好，那就是这辆车子的基本使用和调节内容。那我们也做了关于这辆车子检查保养视频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。